头昏，天真认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真分加分缘分，粒粒分分织成阴成丝成，快要牺牲。东西南北大眼神动，做好热身运动，准备跑这火地的马拉松。快不要等，慢不要冲，先一脚停后一脚，你还要冲。结婚离婚不婚，搞得头昏，天真认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真分加分缘分，粒粒分分织成阴成丝成，快要牺牲。快一步你要等，慢一步还死撑，先一脚你要停，后一脚你要冲，早一点你要猛，晚一点你要疯，近一点你要怂，慢一点成功。江建国，哎呀，你那军规整理的怎么样了啊？你怎么突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？我去天蓝那儿，韩向东也在那儿，和茉莉玩的特别开心。哎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怎么把天蓝和茉莉哄得团团转呢？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毛。哎呀，想要阻止他们俩，我这想来想去，只有和刘展鹏复婚的这一条路可以走了。这是32条，得赶紧给我念念。好，我就从第1条开始给你念了哈。第一，江天蓝对于刘展鹏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完整的支配权，周兰芝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。第二，江天蓝对于家庭事务（括弧包括但不完全）。几位请慢用。好。这有点太过了吧？我不是都说了吗？只要江天蓝和我们展鹏复了婚，我一定会对天蓝好的。口说无凭，将来要是你不认账了，我们上哪儿说理去啊？除非你签了字，签了字我们才能信你。又不能够，我怎么会赖账呢？咱们都是亲家，何必呢？别，你签了字，咱们让俩孩子复了婚，那个时候我们才是亲家。现在呀，说这话早了点儿。来，签吧。展鹏他妈呀，就像我们家老沈说的一样，没复婚之前先不要称呼亲家，我们都是懂情理的人啊，也不会在这儿欺负你，是吧？对，你们都是懂事理的人，你们不会欺负我。不过你们欺负我，我也得受着。谁让我喜欢你们家天蓝呢，是吧？老沈呀，既然他犹犹豫豫的，咱们先走吧。别动！哎呀，干嘛呀？那么冲动，这箭在弦上，它不能不发。不就是签个字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真是为了俩孩子好，我真是喜欢他们，我真愿意他们复婚，真的。别说是签字了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不会眨下眼睛的。你在这儿哈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说你这人没诚意吧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是吧？我不是心不诚，这字我肯定签，可是在签这字之前吧，我得把这事儿说清楚了。你看啊，我们家刘展鹏身边呢确实有个杜米挑，可是你们江天蓝也没闲着，他还有一韩向东呢。我要是把这字给签了，把我这马上就要到手的儿媳妇儿给弄黄了、轰走了，
万一我一扭头，你们江天蓝跟韩晓东结婚了，那我不是全傻了？我不是就鸡飞蛋打，两头都没捞着。这个顾虑你根本就不要有啊！我是一个当过干部的人，这个组织原则我还是知道的。只要你把这个字签了，我们两个就会让这个天蓝不和这个韩向东在一块儿，这个我说话算数。你说话算数？那当然了。那行，那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个字据。眼镜。我写什么字据啊？当然了，你得立字为据啊，要不然到时候你们俩反悔了，我找谁去啊？老沈，你是咱们家主事的，来，你来写个字据。你先把字签了，我们再立字据。对呀，你先签了，我们再立字据。签啊！哎呦，签就签，我真的是很有诚意的。你们这干部还不如我这群众呢。我们就签吧，周兰芝。签了，来写吧。阿姨怎么样了？现在他都不理我。我问的是身体怎么样了？身体没什么大碍，都出院了。真没事儿。他跟我闹别扭就两招，要么把我爸抬出来，要么就跟我冷战。过2天自己就好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等周末的时候，咱们带着茉莉、小雨还有阿姨，找一个适合度假的地方去玩2天。人换了环境以后，可能心情也会不一样，你说呢？行，那你找找，然后我回去跟俺老妈商量一下。舒服吧？你看这敏秋真是会挑东西。这按摩仪，你看你每天不做个2小时的，还真离不开了。我有那么贱吗？我就说这对身体好嘛，是吧？哎，妈，好久没带你出去玩了是吧？这周末啊，咱们一大家子出去好好玩一趟，怎么样？一大家子，都谁呀？就咱们5个嘛，你我敏秋、茉莉、小雨是吧？哎，祖孙3代其乐融融，多好！那是你们其乐融融，我就一灯泡，我没什么值得可高兴。这说的，妈，你要是老这么生气的话，你说你让我这当儿子的怎么过呀？刘振堂，我再问你一次，那孙子到底生还是不生啊？这该跟你讲的道理都讲了，我直说了吧，这孩子是不能要了。你看，又这白脸子。不，现在咱家不是挺好的吗？又有茉莉，又有小雨，这围着你奶奶叫着，你还不高兴啊？不高兴，我得抱着我自个儿的大孙子我才高兴呢。哎呦喂，还自个儿的大孙子，大兰子，你说这都什么年月了？这传宗接代的这事儿，你怎么还……再说了，你看看你自己啊，多时髦的一个中年偏老妇女啊！咱什么漂亮穿什么，是不是？咱什么高科技咱用什么？怎么就脑子里这些腐朽的这，怎么就扔不掉呢？啊！你是拐着弯儿的骂我封建，我听得懂。哎，我不是，我哪敢骂你呀？我就是有了。哎呦，这主意好！哎呀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哎，大兰子，听着，这么着，哎，我去跟敏秋商量，等小雨长大了，
生了儿子之后让他姓刘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好，就是好。好个屁！你缺心眼儿啊！哎，你当你妈这把老骨头我还看得见吗？可是你打算等我到了地下见了你爸，跟他说：“哎呦，老头子，咱们等着，等姑家那小子长大了，给咱们俩生个曾孙子，让他姓刘。”大儿子，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怎么那么没信心呢？啊，就你这身子板儿啊，再多做这什么按摩椅啊，一定能等到那一天的。而且你想，现在孩子都结婚早，停！我知道，反正你跟杜美秋也打算好了，不给我生孙子了，就别再说什么了，到此为止吧。赶紧的，该干嘛干嘛去，我不管了，到现在为止我不管了。不管了。好，那大篮子，不说这，哎，那什么，我选了6个地方，你挑一个，哪个好？随便。随便的。行，那您歇着啊，有事叫我。哎呀。不管他惯了，就得管到底。我就不信了。赶紧！哇，这么多东西！我也不知道阿姨爱吃什么，就各种各样的都买了点儿。哇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啊，我的昨儿晚上就收拾好了。阿姨的呢？哎，她不让我管，说她自己收拾。先搁这儿吧，进去坐。哎啊，行。妈，敏秋来了。啊，咱差不多也该走了啊，路上还得堵车呢。妈。阿姨呀。哎，人跑哪儿去了？这是？哎，人呢？不知道啊，早上还在呢，是不是下楼买东西或倒垃圾去了？打电话问一下。对。哎，这点还出去？你说，这大早上起来了。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又过了嘿，手机都没带，那估计没走远。没事，等会儿吧。哦，行。去哪儿了这？哎呦，起来！都几点了还睡呢？哎呀，简直是！你来就来，你外头待一会儿，干嘛非得折腾我？我这还叫折腾你啊？你呀就欠娶个媳妇儿，好好的规制你。你说这都几点了还睡呢？看看你乱七八糟的弄的，有屋子也不好好睡，弄他妈一大破车，这有什么事儿啊？还美其名曰是什么时尚生活？这城管怎么不来管管你啊？你整个就是一个破坏市容市貌的流浪汉。要我说，把你的大破车来推江里去扔了它，再把你送那收容所去。你赶紧的吧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咱回家住去，行不行？哎，对姐，你这么早，你这过来折腾我干嘛？你啊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着？没事我就不能来了？行，能，你太能了啊！你什么不能啊你带着我出去。哎呦喂，什么事儿你睡个觉待着，你这地儿我能待吗？你看也多乱啊，真是的，还给我待着。能去哪儿啊？小区哪儿我都找过了，超市也找过了，这老林头那儿我也问了，不在。你看，这周大海他也不接电话。你先别着急，你好好想一想，阿姨是什么时候出门的？我是真不知道，我早上起来就迷了迷糊，就听着外头他在外面转，后来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出去了。哎，是不是把时间给忘了呀？咱们再等等吧。这飞机不等人呢，要不你先带他们俩去机场，我在这儿等他。那怎么行啊？咱们这次旅行就是为了阿姨，她要是不去的话，咱们去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也是。那行吧，我先把行李都集中一下，省得他回来再那什么啊。
怎么了，展鹏？怎么了？甭等了，他压根儿就没想去。你怎么知道？连行李都没收拾。看看你这儿啊，真是的，乱七八糟的。你说这过日子没个女人怎么行啊？林玉凤呢？哎，那林玉凤她怎么不来给你收拾收拾呀？哎，别跟我提林玉凤啊！我告诉你姐，我跟她没关系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这世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头晕呐！哎呦，哎呦，大篮子，你知不知道今天咱们约好了，杜敏秋一块带着小雨跟茉莉去旅游啊？啊！哎呀，记得啊，我这不是一大早来找你小舅说点事儿吗？谁知道我刚一到这儿啊，我这血压蹭就上去了，晕呐！哎呦，行了，别管我了，你们赶紧去吧啊！行了，你都晕成这样了，我们还去什么去啊？哪儿都别去了。啊，那好吧，下次再说吧啊！大篮子，你要是不想去，你直说啊，别先前答应我们，现在又玩失踪。你知道我是到处找，敏秋那儿又退机票又退酒店的，累不累啊？你玩人呢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哎呦，哎呀，战鹏啊，你看你这么气势汹汹的对着你妈合适吗？你真是冤枉我了。我确实是因为血压升高我头晕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要不你问周大海，大海，不用问他，我去你屋都看了。你连行李都没收拾，你去什么去呀？你压根就没想去，是不是？你都看见了，还问什么问呢？是就是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说去也是你说的，我也没答应啊。啊，你当我谁呀？小孩啊？啊，哄着我出去玩2天，就让我答应你们不生孩子，答应你搬出去住了，门都没有。周大海，哎，周大海，你听听。你听听，有这么当妈的吗？啊，你来评评理。周大海，你看看他那样，有这么当儿子的吗？你评评理。哎，行，你们俩聊聊，我给你们腾地儿啊，这理我没法评。那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必须得评这理。你我帮你妈，你帮，赶紧走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跟敏秋的气，但你能不能讲讲理呀？啊，算我求你，你先把老爸放一边，考虑考虑你儿子我的感受，考虑考虑茉莉的感受。我相信老爸在九泉之下也会理解你的。我考虑了，我就是考虑来考虑去。我觉着不光是因为生孩子这件事情，好多事情杜敏秋她对你都不合适。不合适？不合适。可你当初可说的是我们俩是天作之合啊，是分别兜了10几年的圈子，终于碰到一块儿的。你还说如果不把杜敏秋给娶回家，你就不认我这个儿子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我一个字儿都没冤枉你吧？那我当初是不了解杜敏秋，是吧？
我现在了解了，我觉得不合适了。我觉得杜敏秋这个儿媳妇娶到我们家来以后，你和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怎么就到头？他又不是魔鬼，大篮子啊，人家是堂堂大主编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而且性格又温柔大方，最主要的是，人家还那么尊重你。尊重我啊？尊重我什么了？尊重我？尊重我后边撺掇你搬出去跟他住，把我给甩了。你坐好了，听我说。傻儿子，相信你妈，眼光看人不会错的。杜敏秋呢，她是漂亮有本事，可她本事是太大了啊，太霸道，说一不二啊。你们俩要是结了婚了，万一有个什么分歧，还不得什么都他说了算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这种儿媳妇怎么能进咱们老刘家的门儿？你瞧瞧江天蓝跟你生活这么多年，他什么时候管过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？什么时候这么霸道过呀？什么时候让你和我都得听他的了？他敢吗？大篮子，那我娶什么样的你满意呀？啊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我就算娶回个仙女了，你也不会满意的。仙女儿那得有啊，我听出来了啊，合着你是在怨我害得你离了婚啊，怨我害得你结不了婚。你小子有没有良心啊？啊，有心摸着想想，你妈这么做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呀？我不用摸啊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我知道大篮子，我现在说服不了你，但我也告诉你，敏秋这块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你如果还耍这种幼儿园的小孩子脾气，你就真连茉莉都不如了。小兔崽子，真没良心！别动，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陪你过七夕的。怎么那么沉啊？你想累死你自己啊？你要咸全放那，一会儿我自己来。我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累的。哎，你放那儿！哎呀，你别给我洒了！来了来了，等会儿。来了，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欢迎啊？欢迎欢迎，请进。随便坐啊。喝什么吗？随便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这让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那个装修材料，咱的那个店面那个装修。现在谈装修是不是早了点啊？这租约还没谈定，业主也没答应呢。就没有我周大海办不成的事儿。哎呀，你看，什么呀？租赁合同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合同就签了呢？我一分钱都没给呢。承租方周大海，你租了？啊，这个是这样啊，那个本来我想写你的名儿，但是那个业主说呢，必须得是本人签字。我想那我租不就是你租吗？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为你租的吗？要不租它干嘛呢？可这么多钱，我一时间还不了你啊。哎呀，不用还。那可不行，3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再说了，我平白无故拿你30万块钱，算怎么回事啊？不行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让郑业把车卖了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这钱他放在我那儿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放在你这儿还能挣钱，对不对？我这也叫把钱用在刀刃上嘛。但这钱可不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写张借条，这钱呢就当是我问你借的，以后我按月分期还给你。不是你干嘛跟我还那么见外呢？这不是见外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你要是不让我写，这钱我也不要了。房子租不起我就不租，
大不了我在外面摆个摊也是一样的。哎，行，你愿意写你就写，行了吧？哎呦，你不是说只有那几家儿女不在身边的你才曝光爆料吗？怎么全给干了？真把自己当猴子了？做1家也是做，做10家也是做。现在很多老人儿女在身边，也忙得顾不上。我这捎带手的事儿，累不着。还累不着？胳膊都酸成这样了。姐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就是韩向东吧？江天晴，是我。听说你最近在奋不顾身、废寝忘食的追我姐呢？对呀。行了啊，你俩没那么熟。我来。你要不要上去坐会儿？不了，医院还有事儿呢。有空你跟你姐来我家玩。好嘞，拜拜。姐，我以前可小看你了啊！你说说呗，这个人你怎么搞定的？什么搞定啊？真难听！哎呀，我就说呢，我看这人挺不错的，怎么咱爸咱妈一看见他就跟见了鬼似的？不过没事儿，只要你喜欢他，不管爸妈说什么，我都挺你。你能不能不扒呀？我说谢谢你啊，别给我添乱。这怎么叫添乱呢？你跟刘展鹏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人家那边可都要再娶了，你可别犯傻啊！碰见好的，你可千万别放手。他这条件能找着比我更好的，就他这年纪，我这岁数，有会说的，不会听的，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。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幸福是你自己的感受，你管别人怎么看呢？那我就问你啊，韩向东对你好不好？对我挺好的，对茉莉也挺好的。这不就得了嘛？女人就是需要被人爱、被人疼，累的时候有人依靠。韩向东这么好，你就从了他吧。呵，你这都什么还不知道呢，就在那瞎说。他呀，从小是一个缺乏温暖的孩子，可能我这段时间对他照顾得太好了吧，让他产生了错觉。但是这不叫爱情。你这越说越麻烦了，学学人90后，2个人感觉好，先住到一块儿再说。你当我是你呢？过那么潇洒？我潇洒什么呀？我都快烦死了。怎么啦？跟郑野还没和好呢？这个不怪我啊，怪他自己太小肚鸡肠。在这个问题上吧，你得学学咱妈。你看他跟咱爸这么多年。好，行，我怎么走到哪儿都这套说辞？你们成年人的世界真复杂。姐，我都渴了，你能给我这未成年人洗点水果吗？自己冰箱拿去，别看我忙着呢。伙计们，慢点搬，小心点啊！哎，郑老板，8个灯箱，1个300，总共2400，这是发票，您看。老板，你看我订的你们家大大小小这么多灯箱，就便宜点吧，200块钱1个，怎么样？哎呀，郑老板，咱不说好的吗？1个300，您就别给我砍价了。就冲您这店名一马平川，不出半年肯定火。到那时您得开分店吧，您得再做灯箱吧，我再给您200一个，行吗？哎呀，郑老板呀，您是做大买卖的，您就别给我这小老板计较了。算了，借你吉言。等会儿啊！谢了，老板，动作快点，搬完灯要擦干净了。一马平川，哟，这么快就开业了？哎，伙计，你们老板呢？在里边呢。来2400。是
你呀、天儿热，你离我远点。你干什么呀？大海哥呀，今天我去丽江，听到一个重大的新闻，想跟你求证一下。什么呀？听说你跟凤姐过夜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别造谣啊！这凤姐亲口说的，应该不会有假吧？你说你呀，这偷吃完嘴还没擦干净呢，你就敢不承认？你是个爷们吗？我吃什么吃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他就是看了一场这个夜场的电影，什么钢铁侠3什么全球首映。别管看什么，丽景公司现在从上到下，包括扫地的阿姨，都知道你俩好了。哎，我是怎么胡说八道呢？不行，我找他去。什么事儿啊？这都是。刘旺，我正要找你。二奎，到一边凉快去，我跟大海哥有话说。刘旺，我问你啊，你先别说话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你让我帮你问的那个门市那事儿，到底是干嘛的呀？开店啊？你自己开店呀？我帮朋友问的。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男的女的呀？周大海，你还说呢，我好心好意帮你，可结果呢，我让那个叫郑平的给赶出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店的老板怎么成他了？你是不是诚心耍我呢你？你先别激动，咱好好说行不行？好好说什么呀？大海哥，你从来没骗过我，你就给我句痛快话，你是不是看上那郑平了？你要看上他了，你就告诉我，别让我在这儿瞎着急。哎呀，我跟郑平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肯定是误会了。误会？真的是误会吗？误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不是还是因为上次那个车祸那事儿缠着你不放啊？那个人怎么那样啊？他就破了一点皮儿而已，他怎么着还想赖着你一辈子呀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人就是老实，你知道吗？你老实，所以才老被人欺负。你放心，你别怕，我去替你找他去。我就不相信任何事儿都得说个理。我不信。回来！干什么去你？我就去找他去。回来！哦。坐。什么乱七八糟都是。这车祸那事儿啊，我跟郑平已经签过协议了，他肯定不会讹我，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人。那他既然没讹你，为什么你要千方百计的去帮他打听那事儿啊？我那是同情他。你同情他什么啊？他家是农村的，啊，自己一个人在城里打工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加班。现在被人陷害，连工作都没有了，人求到咱能不帮吗？可是像他那种人多了去了。是多了去了，他不是让咱们赶上了吗？啊，就一打电话的事儿，啊，人求到咱们了。你换了你，啊，特别是像你这种，又温柔又善良又美丽啊，又乐于助人的大美女，人求到你头上，你能不帮吗？我真有你说那么好吗？啊。不过也是哈，要是我赶上这种事儿，我也一定会帮的。那不就完了？可是帮归帮，你可千万别把自个儿给帮进去了啊！哦，对了，大海哥，刚才我进来那会儿，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没什么可说的。我给你拿瓶水。阿姨，我爸妈来电话说下周无论如何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回来拜访你，
让我来问一下您哪天方便。哎呀，你爸妈真是太客气了。我一退休老太太，有什么好拜访的呀？你爸妈人都是教授，忙的可是国家重点项目，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耽误了他们的大事儿。再说这8字还没一撇呢，说家长就见什么面了，是吧？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忙他们的啊，找时间再说吧。您不跟我们去旅行，我就知道你还在生我和展鹏的气。其实今天我来，也是想跟您商量一下，如果您舍不得展鹏，也不愿住在我那儿的话，我愿意和展鹏结完婚以后住在这儿陪着您。改主意了？怎么说呢？让我做出这个决定挺难的，但是我也想了，如果您能在孩子的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话，我也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。你是来跟我谈条件的？让步？让什么步啊？你要跟我们展鹏结婚，住到我们老刘家来，怎么就叫让步了呢？阿姨，那个您别误会，可能是我用词不当，但我是真心实意的，真的希望您能考虑考虑。行，我考虑。不过杜敏秋，我也有2个条件，你必须要答应。阿姨，您说，只要我能答应的，我一定答应。第一，结了婚以后，你得辞职，回家来全心全意的照顾孩子，照顾展鹏。其实，如果不辞职的话，一样可以照顾家庭。现在绝大多数职业女性都是家庭工作两不误。你不是绝大多数，你是要嫁到我们老刘家来做儿媳妇儿，所以你要辞职回来照顾你丈夫，照顾你孩子。江天蓝也是那样，她那会儿是白领，马上就要升职了，经理，那也为了照顾孩子、照顾家、照顾她丈夫，辞职回家了。她能做到，你为什么不能做到？还有第2点，你跟我们刘展鹏结婚了，小雨得去跟他爷爷奶奶住。什么？你不是说小雨是他爷爷奶奶唯一的血脉吗？那孩子跟爷爷奶奶住多好啊，大家都放心，可以天天看得见。再说他们是干部家庭，不会养不起一个孩子吧？不是我没有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住在这儿的就是我们老刘家的人，你连大孙子都不愿意替我生，我当然不愿意替你养别人家的孩子了。茉莉，我早晚是要回家的。你跟展鹏结婚，我同意，但是你得一个人嫁到我们家里来。话虽然糙点儿，可理就是这么个理。你考虑吧。我不用考虑，我现在就可以回答您，我不会和小雨分开，就像天蓝不会放弃茉莉一样。那就是说你不愿意跟我们家展鹏结婚？不，我想和展鹏结婚，所以我会同意住在这儿，做出让步。让步？不用，干嘛那么委屈你自己啊？用不着。我儿子刘展鹏又不是找不着女人，娶不着媳妇儿。阿姨，您这么说话不对。那什么是对的？就因为我不想生孩子了，您就让我和小雨分开，您不觉得您这么做很自私吗？我自私，你不自私。你要跟刘展鹏结婚，就让他不要他妈了，你不自私？我想让大家分开住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大家都很方便，会有自己的空间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你有空间，你方便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儿子也没有了，当然就是不对呀。行了，你赶紧走吧，我不想跟你说什么。走。不，我今天一定要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您忘了您当初是怎么对我的了吗？
您忘了您跑到杂志社去求我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和展鹏生活在一起了吗？那我也没说让你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遇到了天底下最好的婆婆，我甚至不理解为什么别的婆媳之间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和问题。可是自从您知道了我要和展鹏结婚，并且打算不想再要孩子以后，您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，可是所有的事情都在证明您就是从自己个人的利益出发，根本不是为了我们。你说完了？你说完了？我为了老刘家的利益出发，我有什么错？老刘家娶个儿媳妇不给这个家生大孙子，要你来干什么？你根本连江天蓝都不如。我告诉你吧，江天蓝知道尊敬老人、爱护家庭，还给我生个茉莉呢。你有什么？你会给我什么？江天蓝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但是你要明白的是，现在跟展鹏结婚的是我，不是江天蓝。我可以为了这份感情做出一些牺牲和让步，但是并不意味着我要一味的盲目的妥协。就凭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杜敏秋，你听好了，你想跟我儿子结婚，门儿都没有，你做梦！对不起，结婚是我跟展鹏之间的事情，虽然您是他的母亲，但是我想你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。我先告辞了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